1月16号上午啊，在那个日本海那边，美国空军啊，那可是号称全球霸主啊。结果怎么着？又现眼了，一架最先进的 F-35A 战机，本来飞得好好的啊，那是大摇大摆的，准备去毗邻东海那个敏感海域去溜达溜达，给咱们上眼药。结果飞着飞着出幺蛾子了，飞行员突然发出一个代码7700，这7700是个什么鬼呢？这在个航空圈里啊，那是最高级别的救命信号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地面啊，哥们儿不行了呀，要么是这个飞机要炸了，要么是人要挂了呀，赶紧救命啊！一旦这个码一挂出来啊，周围所有的航线呢都得给它让道。就像是咱们这个路上拉着这个警报的救护车，那是绝对的特权。可是这回呢，特权没好使呀，信号刚发出来没多大会儿，那代表飞机位置的 ADS-B 信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噗一下没了。专业的追踪网站上啊，那条红线是戛然而止呀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咱都不用当预言家了啊，这大概率是喂鱼了。这消息一出来呢，网上那是说什么的都有啊。有人说呢，这是美国平时作恶多端，报应来了。有人说啊，这是 F-35这个破飞机又犯病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背后的味道那是相当的讽刺啊。咱们先看看这个飞机它是在哪儿没的。轨迹显示啊，它是从这个日本海北部起飞，飞过青森以南，奔着东北方向去的。青森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苹果出名，但是对于飞行员来说呢，那地方冬天的海啊，那就是地狱呀。现在呢是1月份，你想想啊，那个海水的温度啊只有7到9摄氏度啊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啊？你要是在大冬天往这个后海的冰窟窿里跳下试试啊，哪怕是这个美国飞行员啊，穿着几万美元一套的专业抗浸服，泡在那个水里面啊，那也是在跟阎王爷抢时间啊。人体的室温速度啊，那是快的惊人，半个小时呢就手脚麻木，1个小时意识模糊。事发到现在啊，美日双方那都是急了眼了，飞机军舰跟不要钱似的往那边派。为什么急？一呢是想救人，虽然希望渺茫；二呢是怕这个飞机的残骸落到别人手里。F-35啊，那可是美国人心尖子呀，里面全是机密。这要是被哪个路过的渔船给捞上2块碎片，那美国国防部那帮老头子啊，估计都得当场心梗。说起来啊，这个青森附近海域啊，它简直成了 F-35的坟场。你还记得2019年4月那事儿吗？也是在这个地方啊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 F-35A 刚买了没多久啊，那可是当保卫供着。结果呢，夜里飞着飞着，一头就扎到海里了。那一次更惨啊，那飞行员是连求救信号都没来得及发。事后调查啊，说是空间定向障碍。说白了就是飞懵了呀。天是黑的，海是黑的。F-35那个高科技头盔啊，可能显示太花哨，飞行员呢分不清哪边是天，哪边是海，以为自己是往天上拉，其实是全速往海里冲。最后那个飞行员啊，2个月后才捞上来。那次事故啊，日本下的把所有的 F-35 Power 整整4个月。这回倒好啊，美国人自己也在这栽了。这就叫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问了，这个 F-35不是号称宇宙最强5代机吗？怎么跟纸糊的似的？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啊。这个 F-35啊，那就是典型的富贵病，娇气包啊。它就像个满身挂满传感器、装满芯片的飞行电脑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稍微有点不顺心，它就给你死机蓝屏。这几年F-35出的洋相还少吗？那都能写本笑话大全了。2022年在冲绳加手纳基地啊，一架 F-35B 那是能垂直起降的高级货啊。结果降落之后，被这个牵引车拉着走的时候，那个前起落架突然软腿了，咣当，机头直接撞在水泥地上啊，摔了个标准的高坎尼，那真是丢人呀！几亿美元的飞机给大家表演了个五体投地。还有更多的，2025年初，就在前不久，美国空军一架 F-35A 啊，在这个阿拉斯加坠毁。你猜是因为啥？液压油里面混了水。阿拉斯加那多冷啊，这个水在这个管路里一动，液压系统直接瘫痪了。当时那个飞行员在天上那是急得冒烟啊！听说还在这个空中给地面的工程师开了50分钟的电话会议。喂，我是飞行员，我这个起落架放不下来。哎呀，你重启一下试试。重启了没用啊！这哪是打仗啊？
这分明是在空中在线修电脑啊！最后没办法了，修不好啊，只能弹射跳伞，眼睁睁看这架上亿美元的飞机啊变成一堆废铁。你看，这就是 F-35，平时吹的震天响啊，什么隐身，什么态势感知，真到了关键时刻，不是怕冷就是怕摔，要么就是系统 bug。这就好比啊，你买了个法拉利，结果发现这个车呢不能过减速带，一下雨就熄火，还得天天供着。这飞机呢不光爱坏啊，它还烧钱。现在的 F-35啊，虽然这个单机价格是降下来了，大概是8900万美元，看着跟欧洲那个台风战机差不多，但是啊，买得起养不起啊。美国国防部自己都有数据啊 ，F-35A 平均飞1个小时，成本高达2.85万美元，那折合成人民币啊，那是小20万呀。你这一脚油门踩下去，一辆奥迪 A4 就没了；你再踩油门，一套鹤岗的房子没了。而且这玩意儿的构造太复杂了，修起来是又费钱又费时间。有个咨询公司啊，早都发过警告，说到2035年啊，全世界军用飞机的维护费用里啊 ，F-35这一款飞机啊，就要占掉9.5%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啊？这就是个吞金兽啊！它能硬生生把美军还有买了这飞机的盟友啊，什么日本啦、韩国啦、英国啊，给拖进一个资金的大坑里。美国人现在呢是骑虎难下。你不飞吧，这几千架的订单已经下去了呀，那是国家的脸面；飞吧，这就是在烧美元啊，纳税人的血汗钱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次坠机啊，不仅仅是损失一架飞机，更是给那个已经不堪重负的维护体系啊，又压上一根稻草。最后呢，咱们得聊聊这事最核心的原因。哎，为什么这个飞机老出事啊？除了这个飞机本身娇气，更重要的是人不行了，被累垮了。你看看这个最近这1-2年啊，美国在咱们东海周边那叫一个忙活呀，一会儿呢拉着日本，一会儿拽着韩国。去年9月那个什么自由之刃25联合军演，你还记得吧？航母啊，2栖攻击舰 F-35、F-2全拉出来了。哎，那是天天在咱们家门口晃悠啊，摆明就是想刷存在感，想挑事儿，想秀肌肉。那这种高强度的部署啊，看着是挺威风的，其实是在透支。机器是铁打的，也经不起连轴转呀；人是肉长的，也经不起天天绷着神经啊。那飞行员也是人，他不是超人呀，天天起飞、降落、巡逻、对抗，而且是在这种高度敏感的区域啊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擦枪走火，那个心理压力得多大呀？那这个时间长了，能不走神吗？能不操作失误吗？能不崩溃吗？这美国人呢，总以为自己是铁打的，总以为自己的霸权是无限的。他们想把这个手啊伸到全世界，想管住每一寸海域，结果呢，手伸得太长，容易抽筋儿。这次 F-35失联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过度扩张的反噬。你非要在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，非要把这个先进战机当成恐吓邻居的工具，结果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给你收一架当过路费。那现在呢，美日那帮人呢还在大海里捞呢。哪怕是真捞着的残骸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能改变 F-35可靠性差的现实吗？能改变美军维护体系崩溃的现状吗？能改变美国霸权衰落的颓势吗？我看悬哦。这事儿吧，说起来挺讽刺的。美国人造了最先进的矛，想去戳别人的盾，结果这个矛还没戳出去啊，先把自己的脚给砸烂了。这不是什么玄学，也不是什么诅咒，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穷兵黩武必自焚。哎，你要是把这些钱拿去修修美国的破桥，拿去解决一下流浪汉的问题啊，拿去搞基建，那多好了。非要往这个无底洞里填，非要往这个冰冷大海里扔，那咱们还能说什么呢？只能说一句啊，一路走好，恕不远送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